我是万万没想到啊！上期视频一发出，兄弟们对我附魔的秘银装备反响如此之大，几乎每个人都在说：“哎呀，这附魔属性简直太强了！哎呀，以后可能真的很难见到技术一哥翻车了。”我只想说，这是肯定的，兄弟们。上期视频兄弟们的点赞那么给力，我再不附魔一个好的属性，那么可能真的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了。所以说呢，这期视频呢，希望兄弟们啊再给我点个赞。咱们争取把震惊附魔大宝剑给它搞出来，然后属性这一块呢就不用说了，肯定是赞越多属性越强呗。然后上期视频呢，我看还有粉丝说啊，他说希望我可以做出全套装备，虽然说的很模糊啊，但是我理解他的意思，那就是说做出艾德曼装备，再做出震惊装备。其实你不说我也得这么做，只不过呢上期视频我没有说，因为我说过下一套附魔的装备绝对不会附魔艾德曼，只会附魔震惊装备。那么趁现在呢，咱就再说一下这个极难版背野生存的装备是怎么继承的。没错，就像我们制作秘银装备一样，它需要一个远古金属装备来作为陪衬。那么艾德曼装备也是一样，它需要秘银装备来作为陪衬。震惊装备呢也是一样，它需要艾德曼装备来作为陪衬。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疯狂挖艾德曼，然后做出艾德曼装备之后疯狂合成震惊令。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我的秘银装备的属性是可以继承的。也就是说，我用秘银装备作为陪衬制作出了艾德曼装备，那么这个艾德曼装备的属性会和我这个秘银装备的属性是一模一样的。同理，震惊装备也是如此。只不过到了震惊装备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再强化。那听到这里，有的粉丝可能就要问了：如果前期我的秘银装备附魔不到一个好的属性，那怎么办呀？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据说啊，这里边还可以洗属性，只是怎么洗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洗过。我也是听说，兄弟们啊。不过呢，我还是建议你们前期啊攒够一定的钻石或者是绿宝石，一鼓作气，附魔数值达到1万，你就给你的秘银装备搞一个称心如意的属性就完事儿了，绝对没毛病。听我的，前期猥琐发育，后期大开杀戒。你看我现在多么的勇猛！又是大高高的一天呀！看到这秘银你不挖，兄弟们，那必须得挖呀！更何况这处秘银还不是1块2块。可是咱就说秘银都到手了，我当时是咋想的？我为什么还不走？来，大家注意看这一波啊！秘银挖掉以后啊，我立马拆了零食，然后捡起秘银我就要走。可是刚走没几步啊，可能是我有什么大病，我也不知道我咋想的，就几只苦力怕加一个灰色史莱姆嘛，我为啥就非要给人家来一个回手掏呢？这一掏不要紧，后屁股又刷新了一帮古尸。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刚才有个镜头，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就在我左边的沟里，其实还有一处秘银矿，走肯定是不能走。为了秘银矿，我也不能走，那就战斗嘛，无所谓。我先来一个花式迷踪步，骗过古尸的击退剑以后，举起秘银剑将其斩杀。这个地方非常的空旷，不得不再插几根火把。而此时此刻呢，屁股后面的苦力怕和古尸也追了过来。调虎离山嘛，声东击西呀，这一招我最擅长了。但是怎奈这古尸的箭是射得如此之准，他这哐哐一顿射，把我的行进路线完全打乱了。我知道这个古尸很厉害，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今天如此厉害。刚才我的血量几乎是满的，他这一剑劈下去，我的紧急手背首先没有触发，第二个就是一剑就砍到我只剩半颗心，而且他这把剑还有火焰附加，你敢信？啥也别说了，简直是欺人太甚。复活以后，我这暴脾气我必须得再回来，兄弟们。可是这次回来好像并没有上次顺利。首先呢，底下的几只蜘蛛就把我烦得够呛，而且呢还趁我不备将我从高处打落下来。下来以后还有地狱犬，我都感觉它都没咬着我。可是他却神奇的让我着火，顾不了那么多了，刚好这时候夜视药水也没了。好家伙，幸好夜视药水喝得快，一帮古尸又刷新在我脸上。但是不要慌，兄弟们，这次我是有备而来，我提前挖好了一个小矿洞，我发现正面干肯定干不过他们，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发展我们的优良传统，修脚大法给他安排上。不吹牛，就我这个防御一拉开，谁敢过来？来一个死一个，来2个死一双。可是谁曾想，偏偏又在这个时候，我的个老天爷嘞！你这个转移骷髅，你啥时来不行啊？你偏偏这时候来，一来还来2只，2个转移骷髅牵着一群狗，当时就把我包围，想把我带走。地下掉落的秘银矿，我想给它捡起来，幸好这次损失不大。面对几只狗，我也不害怕，3剑2剑我就拿下。一转身有古尸，大事不好，撒腿就跑。顺便我再插根火把，插完火把回头望，一看这古尸就不是很聪明的样子，兄弟们，那这一波岂不是又来到了我最擅长的高打低了吗？我就挖块秘银矿，你们至于吗？本来刚才这一波我的计划是天衣无缝，谁知道真的是怕谁来谁呀！偏偏就在我无敌的时候啊，来了一个转移骷髅。还是那句话，我这暴脾气我忍不了。于是乎复活以后，我再次来到地下世界，还是这个地方。虽然目前我又身负重伤，但是问题大吗，兄弟们？问题一点都不大。
看我这一波如何扭转局势。接下来我就给你们演示一波什么叫以退为进。吃上一颗金苹果，然后利用水流来阻挡古尸的追踪，紧接着一路小跑跑回我的防御小基地，然后现在我们立马指令回家。过一段时间后，古尸都刷新了，我们再回来。兄弟们，就这一波，你们说强不强？最后顺利挖走密银矿。挖完密银矿，我们挖钻石。就这样，地下世界探索2天，回到主世界已经是生存的第169天。来吧，咱们看一下我这次的收获啊！我大概数了一下，如果咱们要制作镇金装备的话，密银矿应该是够了。艾德曼矿呢，目前是接近160块，4块艾德曼等于1块镇金锭，制作镇金装备也够了，兄弟们。就目前来说，我应该是实现艾德曼自由了。那么烧制这个艾德曼，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地狱炎龙炉，第二个就是燃料，我们必须要有烈焰棒。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肯定是要去下界了。去下界之前，我们务必要附魔一把镇金大宝剑。而且这把镇金大宝剑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高的抢夺属性，那就来吧，兄弟们，废话不多说了。首先先看我的书架，兄弟们啊，就差1竖排的书架，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满级附魔台。但是呢，我感觉问题不大，最高附魔属性目前是15000，吃几颗钻石吧。我先看一下我家现在有多少颗钻石，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组。果然2组钻石还多9颗，经验等级一口气给它吃到60级，数值15000，直接给它点。其实这次附魔呢，呼声最高的还是回血，可是回血这个属性属实是太难附魔到了。况且呢，作者大佬也说了，我这把镇金剑最好是给他附魔一个顶级的锋利加顶级的亡灵杀手。但是我刚才也说了，我这把剑我还需要一个抢夺，所以呢，咱就说我这把镇金剑必须有3个属性，一是锋利，二是亡灵杀手，第3个就是抢夺。奔着这3个属性去，那就没毛病。不想啰嗦了，直接看属性吧。我的第一把镇金剑的属性就是抢夺4，锋利5，亡灵杀手7，外加一个格挡。这个属性兄弟们觉得行还是不行？确实附魔了很多遍啊，看过直播的兄弟们应该都知道啊，其实好属性真的是有，但是往往好属性都伴随一个节制杀手。咱就说什么时候能把节制杀手给我换成亡灵杀手，我这把剑的属性还得好。行了，那就不多说了，下期视频咱们征战下界，能否顺利得到烈焰棒？这个下界又是一个什么样？恶魂满天飞还是猪人满地跑？下期视频咱们不见不散。